首长跟部长只能选一个的话，你会怎么选？又在那一个问题，可能是羡慕别人的生活啦，就坐在那边，全世界疼。不用做工，不见面当然是红色了，哪里还有什么其他颜色？你要的不见面是黑色的，哪里有黑色的不见面的？虽然我不是华小生，但是我是马来西亚华教的最好的一个大使。为什么最近突然改变造型，不做马来墙，要做中华墙了？本来都不是马来墙，本来都是沈志强。有人说政治人物就是演员，在政治舞台上有妆有台词有立场，但卸下这一切之后，他其实也是有故事有笑点有温度的人。不聊政治，我们聊人生，聊生活，聊那些私底下不被看见的一面，从笑声到心声，让政治人物卸妆回人。政策很无聊，政治很难聊。Melody 不聊政事，你好，我是宝仪。今天我们有 YB 沈志强来陪我们一起吹水闲聊，欢迎 YB。Hello 宝仪 ，Hello 大家好。对 YB 不聊政事哦，第一道题我先要来跟你厘清一段关系，你跟那个来自 PKR。Bayan Baru 的国会议员 YB 沈志勤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只有一个字的分别哦，我们的名字，而且都是来自槟城哎，是，所以是 brother， 但是他是潮州人，我是福建人，500年前可能是一家了，因为大家都是毕竟是姓沈，但是其实是没有血统关系的，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对。可是政治上应该很多人问过你们这道问题吧？你们是不是亲戚？是不是 brother？ 不只是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相信他也一样了，就是很多人也问了我们的名字，有时候叫他沈志强，就叫我沈志群。对，有没有选民搞错过？本来要 complain 他的，结果来跟你 complain。选民 complain 就没有，但是有人真的是有发 message 的时候，可能官方或者是一些工作的问题有发错名字了，但是没有说选民 complain 错了，到目前是没有了。我不知道他那边有没有，但是我这边是没有人。OK， 好，我们确认过关系之后，马上来进入我们的2选1，快问快答。Mainland 还是 Island？ 这样不用说了，我们是 Mainland 的大三角。大三角旺到天天塞车塞到爆，还是你希望大三角 chill 到哪里都像 VIP parking？ 我们要大三角跟槟城、马来西亚一起旺。旺 OK，work from home 还是要回办公室 ？Hybrid。学历还是经验？经验很重要了。Siti Nurhaliza 还是 Bella Astilla？ 哇，Bella Astilla 好像是名花有主了咯。是好像还是你确定？好像啦，我也不敢确定了。所以你选择 Siti Nurhaliza。 Siti Nurhaliza 那个还是留给 brother 啦哈。OK， 林冠英还是林慧英？林冠英是党的这个顾问，林慧英是我的这个在政府里面的同事，也是在我这个滨州行动党的秘书。所以你的选择是林吉祥啦。OK，Woody Allen 还是沈殿霞？沈殿霞。OK，Panda 因为跟我一起姓沈。不错，沈殿霞跟你一样，可能同一个祖宗。Panda 熊猫还是塔佩尔马来貘？哇，有这样难选吗？没有不难选，我要给你看，这个我自己画的，所以所以选择是 Panda。有时间陪家人还是有时间 me time？ 当然是陪家人了。写书还是写板墩？写板墩了也可以造成一本书的嘛，所以我选写书了。人家讲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的排比果然是大人，他什么选择都要，他2个选择都要，他给我的答案都是很 hybrid 的。OK， 我们来问一问，刚刚 Mainland 跟 Island 的时候，你的选择非常明确，你说是 Mainland， 因为一定要隆重来介绍一下你是来自大三角。所以当然是选 Mainland。告诉我 Mainland 3样比 Island 好的东西。人民代议士。没。其实我们 Mainland 的炒粿条是比 Island 好吃的。你敢这样讲？我敢这样讲，因为我们是鸭蛋炒粿条。然后我们的 Mainland 的这个整个那个山啊，那个环境啊，我觉得是比 Island 好的。好 ，YB 刚刚学历跟经验这件事情你选择的是经验对。可是说到学历这件事情我跟你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探过口风，他们说你从小学开始就是学校风云人物，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你年年考第1，你是学校的学霸。当然，但是学历是重要的。其实如果你讲的话，整个世界的趋势，现在人家是迈向什么 skill-based hiring，你要有技能。然后所以我觉得你学历多好的话，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技能，没有那个经验，也差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技能经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态度对吧？对。
对，怎么说工作态度也是很重要。雇主在 interview 的时候，他们也要看他怎样呈现自己啊，他的态度啊，他可以跟人家合作嘛，等等。所以其实都重要了。在2024年的一个 survey 呈现到81%的公司其实是看技能跟技术，不只是看那个学历。熊猫跟 Top Hair， 你刚刚说给我们看，你连你的电话的 wallpaper 都是 panda 是，我其实喜欢 panda， 因为 panda 是很可爱的一个动物啦。你对 panda 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喜欢。我觉得很 cute panda 是很 cute， 有时候我也是可能是羡慕 panda 的生活啦，就是就坐在那边。全世界疼，不用做工，真的被动了一个动物。对，现在太努力了，有时候看看，可能是一个对 unconsciously、subconsciously， 你其实在妒忌他们，你要他们的那种不用做工，就是在那边很轻松这样。而且又人见人爱，只要坐在那边吃那个竹子，大家就好喜欢他了。他做错，人家也拍手；人家做错，人家也疼他，所以不好像政治人物这样哦。做对做错可能都有人讲是有时间陪家人跟有时间 me time， 刚刚 YB 选择有时间陪家人。我看你在很多的一些访问，你都会公开说你好像很对不起家人，没有什么时间陪他。是，我觉得政治人物其实最辛苦的不是那个政治人物本人啊，而是他的身边的人啊，特别是家人啊，因为他们必须要牺牲家人的这个时间等等啊，特别是我的孩子是今年11岁，有时候他一些重要的活动，我也不能出席。我有一次我还记得，我跟他道歉说，爸爸不能陪着你，好像其他的你的朋友同学这样，希望你不会怪爸爸。他讲他回答一句，我觉得不只是呈现他很成熟，但是真的让我很感动。他讲我不用紧，爸爸，我明白你是在做这个社会的工作，所以让我真的是眼泪都流下来了。很懂事的孩子，是写书写班敦，写班敦这件事情是在政治圈很红的。YB Steven Sim 写班敦这件事情，但是也是红，是因为被批评嘛，就是说。可能他说你只是懂得做板墩，其他东西不能做，或者是有些人甚至觉得板墩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你做这个板墩来做么？但是对于我来讲，对我而言，第一当然是我们的文化的这个遗产传统了。真正的这个原因啊，是我觉得板墩是一个 mental gym，intelligent 思维锻炼，对锻炼。你如果要写一首诗，不管是马来诗、英文诗还是中文诗。我不只是写马来诗，我还有写英文诗的，其实都不容易。I always say wit and intelligence，你要有那个创意啊，creativity， 机智。所以当我you want to keep your mind active，you have to keep your mind active。So for me, this is a mental gym。我一直可以马上去想一首诗出来，把我的整个脑袋啊就活跃化。YB 除了是部长，除了是国会议员，同时也是一名作家。根据我手上有的资料 ，YB 目前为止出版过5本书。YB 班顿可能很快啦，很短，可是写一本书应该要花你很长的时间吧？其实反而对我来讲，有时候可以超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写我的这些 book project 来了，也是一个 me time，也是一个 very therapeutic healing 了。所以你专注在你工作以外的课题，所以。对你来说，人家可能觉得写作哇，对一些学生来说写作文很压力，可是写作对你来说反而是很疗愈的一件事情，是你放松的一件事情。是放松啊，对。OK，YB 果然是一个很爱思考、很爱创作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政治人物。好，接下来2选1，我要问的问题已经问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轮到他们想问的是 Steven，有个问题要问你。最近你的中文的确是突飞猛进，你的中文老师，第一个中文老师是谁？做了部长吗？有很忙的吗？但是看到还有进步，有补课吗？我要先跟大家做一下那个背景补充。YB Steven Sim 他是非中文教育的，而且你说过，在你从政之前，2012年之前，你是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对。半句都不会，半句不是一句。可是到现在，你不只可以用中文演讲，
然后还可以接受中文媒体采访，而且是对答如流，怎么做到的？怎么学中文？我其实是2012年之前半句都不会说，但是在2012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年尾的时候，我们就请了一位韩江槟城韩江的一位老师，陈国亮老师，学生永远感恩恩师的这个教导。那么陈国亮老师就我在那个时候跟 Zaire 跟赛里尔槟城的现在的行政议员跟李俊杰，就是我们前布拉迪古斯的州议员，我们3个就去上他的这个夜课了。做工后我们就在office 请他过来上课咯。上了半年，所以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说自己会成为这个候选人，只是觉得要提升自己了。半年的夜课就可以说中文说得这么流利了吗？其实我觉得那个半年的夜课已经打成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当然我觉得那个环境也对啦。我常常说，其实虽然我不是华小生，但是我是马来西亚华教的最好的一个大使。当我中选过后啊，你看我比如说2013年5月中选，然后就农历7月我们槟城有这个中元节，民间称为鬼节了。那么我在那一个月里边出席了大概50多场宴会，就是透过中元节的50多场宴会，然后每一场宴会都必须要上台演讲，所以你只有2个选择，还得讲好还是讲不好，所以你有2个选择罢了。所以就是这个环境，整个环境让我可以有这个学习的机会了。好，我们下来再看他们想问的是，老板，你觉得福建面是什么颜色？福建面，你真的觉得比Penang One better 吗？福建面当然是红色了，哪里还有什么其他颜色？YB 你现在在 KL 哎一路来，KL 的福建面是黑色的，哪里有黑色的福建面的？你讲那个是傣肉面OK， 福建面什么就什么，福建面本来都是红色的啊。Penang One 真的 better 吗？看来什么东西啦？你有 Penang Pride 吗？来讲真，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 Penang Pride？ Penang 人哋就是感覺 Penang 較好嘅啦。我觉得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是多元多彩了，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如果讲到美食 ，Penang One is of course better 啦。OK， 非常明确的答案，在美食上面 Penang One of course is better 。OK，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他们想问的是 ，Steven， 金庸创作了那么多武林高手，你最喜欢哪一个？告诉我们为什么？哈，这是你的 bro 吗 ？YB Joshua Pulau Tikus 的州议员。你虽然是非中文教育，可是他说你是金庸迷耶，你很爱看金庸的一些。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有看那个 comic 漫画，但是是翻译马来文的。哦，金庸翻译马来文。金庸翻译马来文的漫画有什么？你最喜欢哪一个武林高手？武林高手啊，很多哎。讲一个。张无忌了。我觉得那个倚天屠龙记，它主要一个教训就是说，善恶不可以只是看表面。好像张无忌当了这个中原的武林，称为魔教的教主，但是他也是因为有一个正确的那种立场、正义的价值去维护整个武林。对我来讲，其实这个也是我一路以来政治的概念了。大家有时候有看到我是不是那种斗到你死我亡的？我们的已故嘎巴星也有说一句，就是说政治里面没有永永远远的朋友，也没有永永远远的敌人，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原则。所以对我来讲，做一个领导，你要能聚能胜啊，这个很重要。你的价值、你的原则成为指南，那么其他的就我觉得其他的也不用太强硬。人家说政治就好像江湖。所以 YB 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学到的一些江湖道理也是非常善用在政治上了哈。其实很多东西可以学到在金庸的小说。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他们想问的是到底想问 YB 什么呢？ YB， 我每天刷到你的 post 哦，你的照片很好看呢。然后但是你的照片每次我是在搜安娜安干，搜安娜安干，你搜这样多，你记得他们的吗？这样你要怎样照顾他们呢？这样多啊！你照顾他们的时候，你孩子会不会吃醋嘞？哇！安娜安干 YB 的 social media 我们可以看到 YB
一直都有在就是资助很多的一些anak angkat。所讲的这个anak angkat计划，其实是一个帮助一些比较贫穷家庭的孩子们，在他们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学历上。比如说，如果他们是我们特地选 Form 4 Form 5 Lower 6 Upper 6，如果是 Form 4 Form 5的话，我们每一个月都给100块。我也不问说他要拿这个钱来做的零用钱也好，或者是他要买书，要去吃 McDonald's，去看戏。主要的是什么？主要的是不要他担心钱的问题，专注在读书。为什么我称他们为anak angkat？因为我要给他们感觉到有一个尊严。我有一个 case。他跟我们开始的时候，他是很近的，他是一个印度年轻人，他在学校很近，成绩不好，然后父母说他一直被学生同学们一直去骚扰了，霸凌这样的bully。过了1年过后，这个anak angkat成为我整年anak angkat的活动里面拿奖的。他妈妈也是做一个 Facebook posting， 妈妈说她的女儿的整个形象啊，整个心情啊都变得很大，就是比较有信心。最后我们跟他联络的是他在考着要做警察。所以你看，从一个很自卑的，现在变成比较有信心，就是说，我还是有人很爱我的，很关心我的，我还是有一个靠山的。我不要这个计划变成好像我帮助穷人，这是一个 charity， 我要真的是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隔几个月我们就会请他们来活动啊，比如说去 picnic 啊，做一些活动内容啊，社会的活动了。因为我的anak angkat都是3大种族，那么当他们出来出席我们的活动的时候，其实我要他们感觉到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其实我要培养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就是不用你我分别，大家不管宗教不管种族都是可以互相的关怀，互相的照顾，互相的帮助的，非常温暖，非常温暖的anak angkat ayah angkat的一个计划，也是这是你自己应该是你的很 trademark 的一个 program 哦，是吗？是。好，他们已经问完他们想问的是，接下来我们来看 YB 敢不敢答 level up 咯。现在的问题是比较难，看你喜欢什么颜色。其实我喜欢青色。原来 YB 是喜欢青色，那我必须要告诉你，青色的这道问题大概是我们设的问题当中最难回答的。首长跟部长，只能选一个的话，你会怎么选？又在哪一个问题啊？你看，所以你回答过很多次了，很多次所以你每次会怎么回答？因为大家都讲说，你接任了滨州行动党主席之后，如果下一届顺利的话啦哈，你大概就是滨州首长的第一人选了嘛哈。也不一定啦，政治很多变数。是。首长跟部长只能选一个，你会怎么选？我没当过首长，所以我不知道当首长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从我从政到今天，我们都不是那种说自己要争取给自己什么职位，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行动党的原则。我觉得党一定要赢不是因为我们要什么职位要做官，党要赢，因为我们要执行我们一路以来在推测的一些价值、一些理念，那个是重要。但是当党赢了过后，我们不可以说某一个领导分他们那个职位好像分猪肉这样，这个是一个错的概念。很简单，3个字，林继祥。因为我们看到2018年的时候，林继祥是党的资深领导，他对党的贡献，他对国家的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但是在2018年，当我们第一次执政过后，他一个官位都不争取给自己。所以如果老大林继祥自己本身都没有争取了过后啊，我觉得他已经 set 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其他的党员们。所以我们到今天其实都没有这个文化说要去争哪一个官位。所以说首长或者部长，这个不到自己去争取或者选择，而是交给党来安排。对，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党，交给人民，为人民做决定。还有，再来下一道题。希望看到蓝天呢？为什么最近突然改变造型，不做马来墙，要做中华墙了？本来都不是马来墙，本来都是沈志强。我们先来讲马来墙，为什么你在党内会有人会有马来墙的这个绰号？可能一些人觉得我的马来文比较好，马来文很好，对。还有
很受马来人欢迎啊，应该有一点点的影响啦。这个还有他们说，因为常常被误认为是马来人，其实以前有常常其实有啊有，马萨布有时候他在演讲的时候，他说如果没有看到他的这个脸，只是听到他的声音，会以为他是马来人。所以马来强的名字就是这样的由来。可能是啦。好，所以最近有没有特别的改变造型？很多人都想问，为什么你最近把胡子都剃干净了？其实也没有什么说特地的去制造这个形象，因为我觉得这个款项的眼镜适合我，我就穿，留胡须就留，没有留就其实都是普通的一个人这样咯。我觉得是一个很顺其自然，自己觉得比较舒服、比较 OK 的，我们就去做咯。可能也有人问我啦，也有人问我说，应该因为你从政的时候很年轻，那个时候你就要呈现自己比较老，要受到它成熟，然后现在你可能老了，所以你要让自己变成看了比较年轻。所以真的要跟大家说，是大家想太多了。OK， 我并没有想这么多的，胡子想剃就剃，大家不要一直觉得，YB 特别改变造型有没有什么用意？大家想太多了。敢不敢答 YB？ 恭喜你作答完毕。最后我们要来跟 YB 聊聊人生这道题。回顾 YB， 你从国会议员到当上部长。2013年第一次当上大三角的国会议员，2023年正式成为人力资源部部长，10年的时间，你觉得这一段路，你的从政之路，算是相较于其他同辈的人来说是比较顺的吗？人家说平步青云，你怎么看呢？我也不是从一步登天的那种速度了，因为我07年入党的时候，行动党还是一个反对党，2013年才被党委任成为一个候选人，所以有6年的时间就在党工作。我担任过了国会议员的幕僚助理，担任过了这个州议员的助理，行政议员的助理，担任过了市议员。但是07年已经入党了，要08年的时候我也是成为 YB 张英YB 王国辉的助理等等。所以 YB 也是曾经从第一开始慢慢耕耘起来的，就是从草根那边开始的了。那对于就是其他人的一些质疑啊，觉得你的官运很好，你或者说有没有人觉得不服？针对这些质疑的声音的话，你会怎么想要回应他们？我其实一路以来都是很感谢党给我的这个机会的，因为这个槟城火箭很喜欢的一首歌啦，都要3分踢注掉。所以如果你7分靠自己的话，也是要有3分的这个大家给你机会啊。好，YB，其实在你的从政这条路上你非常一直在主打的口号 Jalan 对 Jalan Terus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本来是 Jalan Terus，就是向前走了，向前望。But 因为在槟城我们的那个马来文的口音他们不是讲 Jalan Terus 的，他们讲 Jalan Terus。所以就是用槟城的那种口音，马来文的口音来发表这个口号 Jalan Terus， 就是说向前进。为什么会想要讲说向前进 Jalan Terus？ 因为政治人物很喜欢把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言论呢，把它拉回去以前的。我觉得以前是重要，历史是重要，但是未来更加重要。我觉得我们成为一个领导，我们要带领整个国家向前进，要有远见，要看未来，要看未来。是，祝福 YB 沈志强未来的政治人生路都可以Jalan。对，谢谢 YB 上来不了正事，感谢你。 Thank you， 谢谢。还记得这段故事吗？所以我很感谢我这个姐姐，她支持我最多，其实每个月都不够钱用。2027年魏家祥9年的总会长任期届满之后，你会想要出来打吗？马华总会长先要过了